我是学乐贝鲁洛。这次要继续带来岑岩剧院的任务合集。本次的任务合集，洛洛整理了在岑岩剧院地下矿区中3个和愚人众有关的任务和隐藏成就，分别是舍我其谁的4个愚人众笔记位置，连队消失在深岩和需要耗时3天才能解完的他乡迷失课。虽然这些任务都不算难，但其中真的刀片太多了，有一些细节是洛洛想分享跟补充的，所以影片中也会分析和补充一下关于剧情的内容。这些任务也会关系到你前面的主线剧情进度，若是还没有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查看。那么接下来就赶快跟着洛洛的影片来看看你有没有漏掉了吧。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他乡迷失课是需要耗时限时时间3天才能解完的世界任务。在我们来到荧光峡道的传送宝点时，就会看到一个在附近徘徊的雷银术士，靠近后就会触发战斗，打败他后可以和他对话，并得知他的名字叫做卡塔琳娜。接着再跟随他回到藏身的营地，他还会拿出为数不多的食物想要招待我们，并提到有事情想要拜托我们，希望我们明天可以再来一趟。对话完后获得30原石和经验书，第一天结束。第二天来到卡塔琳娜待的营地找他，他希望我们可以协助他找到弟弟科利亚，他也帮我们在地图上标记了科利亚最后出现的位置。这边可以从营地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往南方的坑往下滑翔。当下降的途中看到岩爆果，就代表已经到了。往内深入就可以看到一处黑泥墙，再使用6级以上的流明石触媒来清除。进来后再清除一次黑泥，就可以看到被黑泥覆盖的尼古拉下士的日志碎片。日志中提到可以到东南方的堡垒去找尼古拉。从东南方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后，可以在一个牢房门口看到一个遗迹守卫在门前。靠近去击败他后，进入牢房可以找到一个带血的愚人众徽记，以及尼古拉下士的笔记。从任务叙述中，我们大致上可以得知，尼古拉应该是被遇上的黑蛇骑士当成入侵者给消灭了。回到卡塔琳娜所在的营地，将尼古拉的3项遗物都交付给他后，他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他还是会去找弟弟，身上也会一直留着当初弟弟寄给他的信。最后获得30原石和经验书等奖励。第2天结束。虽然任务的奖励只有前面2天才有，但在第3天来营地时还是可以发现卡塔琳娜的后续。营地已经不见卡塔琳娜的身影，我们可以再从东南方的传送锚点过来，再从断桥上跳下来后会发现一个黑蛇骑士，将其击倒后会在附近捡到由尼古拉下士写给姐姐卡塔琳娜的信。从昨天的对话中得知，这封信是卡塔琳娜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再想想刚刚被我们击倒的黑蛇骑士，卡塔琳娜应该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和她的弟弟尼古拉相会了吧？我还不知道活水是什么味道，卡塔琳娜就给我不见了，回来啊！第2天若有跟卡塔琳娜多聊聊的话，会发现原来她和在冥神大社假扮玄东陵寝的柳达西卡曾经是相识，并且在稍后的连队消失在深岩的任务对话中也会得知，他们都是来自秘鲁之家这间孤儿院的女王陛下的孩子。若是还没有解到隐藏任务特别的御神签的话，卡塔琳娜和你的对话内容也会有所不同。还没解的话，也可以查看右上方资讯卡了解任务详情哦。关于愚人众在岑岩剧院地下的世界任务都非常的刀，让洛洛为你娓娓道来。领队消失在深岩是一队愚人众在地下断了补给，需要我们帮助的任务。我们可以先来到影片中地下水泽的这个位置，就会被一队愚人众有礼貌的叫住。对话后得知他们是直属于公鸡大人的第9连队，原本队伍中有64人，到现在只剩下4人。对话选项第3个都是关于战斗出发的选项，不是特别想浪费时间的话，都尽量不要选第3个。之后我们分给他们一些食物，给完食物后，身后出现另外一批愚人众挑起战斗。击败愚人众后，安东透露他们的补给线已经断掉很久了，希望我们可以替他们去补给站确认情况。来到补给站的任务指引地点，会发现一份遗落的文件，内容提到璃月与芝东国的合作协议就此作废，千岩君与愚人众就此成为敌对等资讯。阅读完后又会出现2个盗宝团需要击败，击败后获得任务道具燕博的字条，再回去找安东回报。对话完获得40原石和经验书，任务结束。后续也可以和这些愚人众 NPC 多对话，了解一些关于岑岩剧院、卡塔琳娜和芝东国的相关情报，因为再过1天他们就会全部离开了。希望他们都可以顺利离开此处，抵达安全的地方，而不要像卡塔琳娜姐弟一样。从燕博的字条内容可以看到写给安东的讯息。起初大家打得要死要活的愚人众，原来在群玉阁还没遭遇危机前，千岩君和愚人众是良好的合作伙伴，两者一同为了人民来到岑岩剧院调查地底下各种莫名的黑灾，并且彼此相互认为都是在做正确与高尚的任务。
然而，随着璃月冒出岩神被刺为开端后的一连串事情，璃月和至东国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加上藤原剧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七星也下令，只要千岩君和任何愚人众的人对谈，就马上逮捕。昔日为战友的彦博也不得不和安东保持距离，只能偷偷留下一些食物。而不知道地上局势变化的安东一行人，在得知真相之前，还认为他们还在保护璃月人们的安全。即便一整个连队剩下4人，补给迟迟不见，也不愿撤离。直至我们转达了真相，代理连长安东才终于决定带领大家全员撤离。而安东所属的第9联队也是在致敬一个俄国的战争动作大片《第9联队》，内容主要是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背景，因为穆斯林的强烈反抗，苏联特此成立了一队第9突击队来应付。6名苏联新兵从受训到参战，到最后整支连队都被阿富汗圣战者歼灭，只有主角因为带着老兵的护身符得以幸存。而任务名称“连队消失在深岩”也对应了俄国的一篇军事报告文学“连队消失在天际”，也贴切地反映了至东国对应了俄国的联系。而璃月七星对于转为敌对的愚人众们，只有下令遇到即逮捕，并没有赶尽杀绝，还算仁至义尽。而作为直属的攻击大人所管辖的第9联队，安东也欣然接受自己身为愚人众被视作为没有价值、被抛弃的弃子，也是理所当然。加上愚人众各执行官之间的情报都是不共享的，所以地面上的达达利亚应该对于第9联队的相关情报也是不了解的。结合前面卡塔琳娜也是以女皇陛下作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就算为此牺牲，那也是身为愚人众必然面临的命运。就此我们明白，愚人众也不完全只是单纯的反派。看完真的是五味杂陈。舍我其谁这个隐藏成就需要我们去阅读4份愚人众的笔记，可以参考洛洛的地图位置来一一找出。位置1的笔记可以从地下水泽东方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来到地图标示的位置可以找到一处营地，在木箱上可以找到愚人众行动日志其1，这边可以得知金石的年龄比藤原剧约还要更古老等线索。位置2可以从崎岖石厅东方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再沿着石厅上层绕过中间的大坑，最后会再经过一个火深渊法师和蜘蛛的深处的木箱上找到愚人众行动日志其2，了解到他们在使用一个名为巴布西卡的仪器，因为黑泥和金石辐射无法正常使用，同时有一个人正在用望远镜偷偷观察他们。位置3可以从地下水泽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顺着遗迹走可以发现一个黑蛇骑士，击败后可以从旁边的凹陷下去下方的水路，就能在现实挑战的旁边的火炉发现愚人众行动日志其3，可以得知黑泥是会增生的，而目前层岩的异变正在缓慢加速，需要尽快准备好摩诃法时装置。同时也有提到一个神秘女子一直在跟踪。位置4可以从荧光峡道的传送锚点传送过来，往西走就可以在一处营地找到愚人众行动日志其4，内容提到摩诃法时装置爆炸了，黑泥物质持续再生，并且发现附近似乎有导致黑灾蔓延的真凶人影。这边通常在解主线经过时就会顺便拿到了。当4份笔记都阅读完成后，就会自动获得5原石的隐藏成就舍我其谁。从前面的尼古拉在笔记中所提到的，以及在第9联队的喊话中，都可以听到这句舍我其谁，显现了愚人众们为了完成女王陛下的旨意，衷心贯彻这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啊。以上就是洛洛所整理的3个在此研剧院中与愚人众相关的任务和隐藏成就合集。任务比较相近，适合一次解完了解相关剧情，分享给还在探索层岩剧院的你。后续洛洛也会再补充其他层岩剧院的相关隐藏成就。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让全方会员每个月提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的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有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历哥贝尔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